亲爱的灵魂家人，2025年即将到来，我们在2025年感情桃花运势如何？会遇见新的缘分吗？有哪些重要的缘分出现呢？我们应该提前准备什么？注意什么？好好的可以抓住2025年到来的一些缘分，让我们充满期待之心来聆听这个占卜视频。宇宙指引你来到，接收到这个视频，一定有一些要给你的重要讯息，所以心诚则灵，静心聆听。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一组牌卡选择进行聆听。最左边是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选择。所以请跟着我做，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如果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在最放松的状态。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我们的专注度放在眉心之间，放在我们的呼吸上。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给我指引，2025年会出现哪些重要的缘分呢？我将抓住好的缘分，抓住好的桃花。感谢你的显示，感谢你的祝福，我将幸福，我将接收你的好运。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公屏打出来，接收好运，接收宇宙的安排。2025年我是幸福的，2025年我是充满爱的，来吸收整个视频的能量，显化宇宙给你的幸福。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任，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那现在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在2025年给你的爱情大事件。那么首先呢，你选择的这张牌卡是代表着 family， 代表着家人团聚哦，是会有一种人际关系比较正能量，充满着和谐，充满着互相支持鼓励的氛围。那么首先呢，来展示部分牌卡，接下来为你占卜。好，宇宙告诉你，在2025年，你应该会出现让你在爱情中需要做出重要选择的感情，而且这个感情呢，是可以对于你的未来有长远的规划的。也许会涉及到有共同生活上面的安排啊，或者是关系呢是非常有深度的，或者可以建立长期稳定并且给予承诺认真的关系。会遇见这份爱情呢，应该是正桃花，应该是你觉得两个人是非常适配，可以最终生活在一起的。当然，在感情里面不会任何事情都是顺风顺水的，会有一些情绪啊，会有一些沟通不顺畅啊，会有一些不成熟的表现。但是宇宙告诉你哦，这份情感其实来得快，发展的也非常的快。那中间呢，会有一些冲动的行为，一些不理性的决定，因为我们会被爱冲昏了头脑，所以在沟通上面只要保持耐心，不过于的情绪化，不讲一些生气啊、乱发脾气的话语哦，好好的沟通。
那么其实两个人呢是可以走得非常的长久的哟，是可以建立很稳固的亲密关系。两个人呢完全可以互相的欣赏、互相的包容、扶持对方，并且这份情感会建立一种很强的互相信任，打好爱情的基础。那么新的这个缘分，2025年出现的这个正桃花，你们之间是一见钟情哦，是恋爱中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是真挚的关系，是心灵上面的契合，是灵魂上面的相约。两个人呢，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想跟对方有更加美妙的发展。而且这份爱情呢，会让你更加的自信，会让你更多的漂亮或者是帅气，更多的丰盛体验，会刺激你有更多成熟成长，也会让你在这份爱情里面呢，充满着关怀，并且被对方宠爱，被对方体贴所照顾的。因为女皇呢这张牌卡，我们感受到一种很享受生活、很享受爱情，自己呢是属于发光发热的这种能量状态，所以亲爱的，会遇到可以滋养你的爱情，是非常值得好好把握的。而且你们两个人在关系里面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进展啊、新的可能性啊、新的发现啊。其实两个人只要保持着一种顺畅的沟通，你们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愿望，让关系稳步的推进的。很好的消息，你会获得丰盛的情感滋养。2025年会遇到好的桃花。如果用狗狗来形容对方的话呢，它可能就像是松狮犬一样，是有端庄的气质的。他是一个举止优雅、稳重，甚至有些高贵气质的人，给人一种很成熟、很内敛、很谨慎的感觉，不会是一个特别夸张或者是特别高调的一种状态哦。他不喜欢张扬，或者是随意的去透露自己的情感，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比较内向稳重的方式来慢慢的展现自己，不会高声论阔的去讲他的一些优势啊，而是呢循序渐进的让你慢慢看到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一种不会轻易接近的神秘感，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但是呢，他为人很诚实、很正直，所以他会给自己上一些保护色，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人，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表现在外面。诚实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品德，而且呢，他不会想要去欺骗别人，他也更不想要去利用别人。这个人呢，还是比较纯洁简单的，而且很直率，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花言巧语，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证明他的心意，去证明他是一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人，所以很难看到他是那种左右逢源啊，或者很懂得讨好、很懂得献媚的这种情况哦。情商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也不追求太多的人情世故，是比较简单干净的人。另外呢，他也有严肃认真的那一面，不会经常看到他开玩笑啊，或者是调侃谁啊，或者是特别讨好型人格的那种状态哦。如果当下气氛尴尬的话，他也不会突然的跳出来，然后来化解这样的一个尴尬。他不是一种冷漠，但是呢，他不会轻易的去流露自己的一些内心感受，因为他很看重感情，特别是在恋爱之中，他会以一种很认真专注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细节的。不会出现很随意或者是很轻率、很不管不顾的一些行为。
尽管他的表面是比较严肃的，但是他的内心呢却是很温柔，却是很有责任感的。当他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会很用心的去守护，像松狮犬一样，外冷内热型。他可能也不会随意的去表达浪漫，给到很多的一些惊喜呀、烛光晚餐啊，但是呢，他会乖乖的待在你身边，给予你安心感，让你看到你需要他的时候，他都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身边。他会通过一些很细腻的关怀和温暖的举动来表达出来，比如说，他可能在今天跟你约会的时候，如果天气冷，他也许会送你一副手套啊，或者是呢，他会自己带一杯这种温水瓶热水，然后放在身上。只要呢你想喝水的时候，随时他有一杯温水可以让你喝。所以这些动作让你觉得很温暖、很舒服、很接地气。它是一种令人安心的存在的，会让你感觉他对你的喜欢是稳定的，是专一的，会给你这种很温情的陪伴，让你感觉非常的踏实，有这种不离不弃的能量呢，所以会深深的触动你的心，带有一种内敛深沉的吸引力。那么它的外表呢，它可能会给自己一些保护色，有可能它会化比较浓的妆容，或者是他很喜欢时尚潮流，会戴一些夸张的首饰，会擦一些粉色的指甲油，戴红色的眼镜，或者个别的朋友呢还是有纹身哦。无论如何呢，他应该是一个很喜欢前卫时尚的人，他应该是丰富华丽的，他是喜欢很多颜色，不会是在穿着打扮上面只注重黑白灰啊，而更多的呢，他可能是喜欢这种丰富感。虽然外表看着好像是难以接近啊，好像是有点浮夸呀，好像是可能很精致的样子，但是呢，他的内心却是很专一的。外表看着好像像浪子，很潇洒的，但其实是一个对于感情很执着的人。另外呢，也有可能他的外貌不是那种特别容易亲近，不是很平凡的样子，也可能不是很柔情的样子，但是骨子里呢，他其实是蛮追求浪漫的哦。他可能不会是一个特别瘦或者是特别高的人，但总体的来讲呢，就属于耐看型，越看越好看。眼睛呢还是非常有神的，脸呢应该是稍微比较椭圆形的脸型。也有可能你们是通过自己的事业，通过自己的工作认识的。如果说你现在在读书的话呢，有可能是通过自己去参加培训班，去参加学习，在学校认识的。在这份情感里面呢，是有很多的，最刚开始大家会有一段时间互相的试探啊，互相的去有更多的互动，也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计划，也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质疑，会不太清楚对方到底对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心思，他呢不会很快的就向你表白。那两个人会有一段时间的思念啊，会有一段的猜忌，这个呢也是这段感情最妙的地方。当然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外界的阻力，或者是一些挫折、一些压力，但是在更多发现对方对自己的喜欢，更多的这种积极互动之后呢，对这个人有更多了解、熟悉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蛮 OK 的，跟他外在表现出来呢，他的内在应该是一个很靠谱、很有责任心的人。然后慢慢的，大家循序渐进，有更多的表白，有更多在一起，
信任的互动，然后经历过很多的这种考验，在这份感情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哦，在发展之后呢，就会加倍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情感关系。这个关系里面呢，也有很多关心啦，也有很多的呵护啦，当然也有磨合。但是呢，经历了磨合之后，你们会更加用心的去照顾对方的情绪和需求。大家呢也会更加懂彼此，更加的去理解彼此，逐渐呢形成一种默契和一种感情的依赖。而且在这段情感里面，大家呢都还是蛮大方、蛮慷慨的，在日常生活里面也会不断的去发现对方的好，然后去送一些礼物啊，然后去用实际的一些动作来表达自己情感的真心啊，也会送一些可能礼物来给到对方，象征感情的一种回报，预示着情感的每个阶段，大家都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多的一些成长，爱情技巧也有提升了，最终很有可能进入到一个胜利的结果，可能这份情感是可以开花结果的，是可以把正桃花转成正缘，最后呢建立家庭的哟。所以亲爱的，在2025年呢，会有正桃花正缘来到身边，非常值得珍惜。好，那么另外我们还会有怎样的感情经历呢？好，接下来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同事或者是同学之中，有人产生一些复杂的但是深刻的情感联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你跟他之间会有很多思想上面的沟通。最刚开始是有一些想法对立，也可能产生一些竞争啦，也可能互看对方不顺眼啦，或者是会出现一些误会哦。两个人在沟通上面有障碍，或者是在交流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保留，大家都不会很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呀、态度啊，有一点小心翼翼的，也可能避免去交谈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内心里面还是比较欣赏这个人，还是比较关心这个人的。最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能量不合的样子，但是呢，在更多的互动之中，大家可能会慢慢的解开这种误会。最刚开始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谨慎，甚至有很多的一些试探，很多可能觉得对方不喜欢自己哦，总是跟自己可能对着干啊，要么就是给自己很多的工作啦，要么就是不赞同自己做事的一些方式方法啦。总之呢，总是会觉得有隐瞒，有一些策略性的互动，或者是很保守的心态哦，交往之中并不是很平衡，不是很合作、很亲密的关系，会出现一个让你棘手、不知道如何处理同事之情、同学之情的人，不知道如何配合。但宇宙告诉你哦，其实有时候可能自己在人际关系交往上面想的比较多，我们会站在自己的世界角度去评判他人，可能他本来就是一个天性很散漫、很不在乎别人、只注重自我感受的人，可能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或者是很要强，或者是
对所有人都非常冷漠的人。所以在跟这样的一个人交往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只注重我们自己，只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一些做法。如果我们一直都在怀疑别人，看到别人身上不好的地方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建立很正能量的一个场合，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感情的困扰，然后让我们在上班或者上学的这个过程里面并不是非常的开心，这种体验感是很不好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我们只有办法去控制我们自己。所以亲爱的宇宙提醒你哦，在自己的工作学业环境里面呢，肯定会遇到一个非常妙，像罗威纳犬，一个很有认真、坚强，然后挑剔性格的人。那么在遇到之后，我们只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依然去愿意建立好的支持、好的理解，我们去表达自己的友善就好了。那么慢慢的，对方会也开始解开对你的误会，慢慢的你们之间呢就会建立出深厚的情感，你们会逐渐的开始去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理解对方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误会呢是可以慢慢解开，然后双方的沟通呢，因为更多熟悉之后，就会更多的一些坦诚，然后也会很清楚的看到对方的想法，对方的心思，对方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没有解不开的结，只要你自己公平公正，为人处事是很正直的，那么最终这种好的品质是会被周围的人看见的，是会被欣赏，是会被尊重的。亲爱的，就告诉你喽，会消除办公室或者是自己学习团队里面的不安感，这种黑暗感，会逐渐带来光明，逐渐带来坦诚开朗，甚至慢慢的开始呢，去让彼此关系更加的亲密，甚至到未来，他会更加的喜欢你，在乎你，帮助你。那么这个人呢，非常的妙哦，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保护欲望的人。在你熟悉他之后，会觉得这个人是很踏实、很可靠的。在你不熟悉他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冷漠，然后根本不在乎你。实际上，他是一个很仗义的人。当他认可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的就会站出来的。只不过有时候他的态度是特别的果断、特别的坚强的，并不是非常的圆滑。而且呢，他的想法不是一个会轻易动摇的人。很多时候，他有自我的一些固执、自我的一些坚持，所以在思想沟通上面呢，会你讲你的，然后他想他的，他不愿意听你的安排，但是慢慢的他会看到这件事情谁的决策是对的，那么他自然就会看到自己做错的一些地方。当他更多的敬佩你之后，看到你的优点之后呢，他就会去做自我的反省的。而且这位朋友他在生活里面是非常注重细节的，无论是自己的穿着打扮啊，还是说自己的生活环境，他都希望有更多的美感，非常的讲究。他的精致不仅仅体现在自己的外表上面，也表现在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上，让人感到他其实还是很优雅，很认真负责的，在工作生活里面，他都是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去对待每件事情，所以对自己有比较高的标准，不会马马虎虎的就完成事情。对身边的同事同学，他其实也是有高的一个标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很认真、很尽善尽美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事情。他有一点点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很高，不会轻易的妥协。
还有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跟挫折，他都是可以保持冷静、很从容的。甚至在别人都觉得不要再去做了，放弃吧，他还是依然坚持。是一个已经加班加点很累了，都要逼着身边的人继续加班加点，不要放弃。所以这一点呢，刚开始你是会觉得他在针对你，是不喜欢的，但实际上呢，是他自己是很完美主义者，是他自己呢比较严谨，外等内热，他对别人的关心是不会轻易的去表露出来的，所以这个人他很认真。在没遇到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他一板一眼的，但是遇到事情之后呢，他是可以站出来维护身边人的利益的，所以也会让人感觉得到温暖，在需要的时候是可以给予力量的朋友。他呢，其实是比较成熟的，外表看着他可能感觉年纪并不是很年轻的样子哦。然后比较性感，比较优雅，很自信，愿意大大方方的去展现自己的优点，而且也是很认真、很谨慎的。从这3张人物牌卡呢，我们就大概知道他的样子。眼睛呢是非常深邃，有点大大的，很有神。整个人呢是给人一种非常精神的状态。五官其实应该年轻的时候长得还是蛮不错的，稍微有一些年纪的话呢，那种气质还是蛮出来的。即使脸上有很多的一些皱纹哦，但是也看得出来自己的五官分明，五官立体，还是很好看的。好，在你们之间的缘分里面呢，它会让你感受得到一种释放、清理能量、解开误会，会看到自己身上呢，确实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啊，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想法，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负能量的转换。因为你们之间呢，其实慢慢的就会有蛮多的一些合作了，然后有时候呢，你会因为一些可能胡思乱想，而导致自己把一些情绪带到工作上面。那么在你们的更多接触之中呢，其实它有激励你更加的有竞争能力，更多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度。未来呢，你们是可以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面去完成工作，去很好的合作，并且如果有领导啊，或者是有谁欺负你了的话，他是会站出来为你呐喊的。那当然，你也会最后呢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上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同事或者是同学，他其实是给你带来蛮多的一些正能量的。但是，他最初开始接触的时候呢，你们会有一点互相的这种看不惯。但是不打不成朋友嘛，不打不相识。虽然你们的情感关系不会完全的圆满，但是呢，也会有更多深层次的连接。他也会在事业或者是学业之中给到你重要的一些帮助，给你带来向上的力量，帮助你度过一些心灵上面的过渡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会出现。那2025年呢，你会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可能是你的贵人，很可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幸运，
可以给予你治愈，愿意去倾听你的一些话语。你们两个人会有很多在一起欢乐的时光，并且互相传递温暖，甚至他也蛮有智慧的。在你有些想法想不通的时候，或者是在对于一些事情你没有目标、很茫然的时候，你会去请教他，他会帮你去做调查，他会帮你去做分析，然后呢，他可能会给到你一些很好的建议，很好的智慧。而且这一个人他应该是比较富有的，或者是家庭条件蛮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穿衣服的质量呢，应该都还蛮不错的。他有一种高雅或者是富贵的气场，很有生活品味的质量。另外呢，宇宙告诉你哦，他是你的灵魂伴侣，非常棒。明年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成为自己很好的闺蜜或者是兄弟。你们之间呢是有蛮多心灵开放的对话的，在他面前呢有说不完的话，在他面前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他总是会鼓励你，总是会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或者是感同身受，给到你一些好的建议。如果用一个动物狗狗来形容它的话呢，它很可能就像是黄金猎犬，金毛一样的，是一个充满快乐、体贴，并且人际关系、感情之中非常有奉献特质的一个人，充满着能量，很温暖，能够为身边的人带来安心、带来快乐。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性格，总是充满着活力，很有热情，而且他的态度呢也是蛮正能量、积极的。他可以把自己的笑容啊、自己的积极态度啊，去感染到周围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保持着乐观。另外呢，他也很有共情能力，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情绪、别人的需求的，会给周围的人很多的一些关怀，很多温柔。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下呢，都会愿意给予足够的支持跟帮助。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他没有太多的计较得失，他也很少去抱怨。他会像黄金猎犬一样，毫无保留的去关心、支持、去爱周围的人，总是先考虑到别人的要求，很助人为乐。无论是朋友啊、家人啊，还是同事，他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提供帮助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可靠。并且呢，他也很真心真意的对待每一个人，是很可靠，是很忠诚的。他会通过一些幽默的方式给到别人心情的美好。可以讲哦，他是一个开心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你的身边。非常的幸运哦，遇到一个这样性格好的灵魂伴侣。好，另外呢，看到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你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快乐，很多的两小无猜，然后很多好玩有意思的一些约会啊，一些互动啊，一些玩乐啊，总是呢充满着希望的。他不是你的正缘，你们不会成为家人啦，但是呢，应该是很好的这种知己关系。你们不会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你们会经常联络，你们会经常约会的。他也会给到你稳定的支持。另外呢，你很喜欢他的阳光，他的健康，他的正能量，你会在他身上提取到一些正能量养分的。他会给到你平静跟舒适感，让你的内心非常的安稳。总的来讲呢，这一段缘分也是你一直很向往、一直很期待的。你们之间会有很多甜蜜美好的时刻，一起共享
很多在一起的时光。所以亲爱的，2025年会遇到很好的知己，他是你的灵魂伴侣。那么在自己的同事或者是同学之间呢，会有这种雨过天晴的缘分，建立很紧密的同事同学之情的机会哦。还有就是会遇到好的桃花，好的恋人，都是非常不错的缘分。那么也可以看到你在2025年的桃花运势很好。在我们桃花运势很好的时候，就更应该给到足够的爱出去啦，更应该在感情里面呢奉献，不计较，好好的享受，非常棒哦！在视频下方留言，接受宇宙的祝福，接受这3段美好的感情人际关系。2025年你会幸福这样的一个字样来吸收视频的能量，来显化这份美好的感情运势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2025年可能会遇到怎样的缘分，怎样的人，会发生哪一些爱情故事呢？我们先来展示部分的牌卡，然后为你解读。第一个缘分呢，可能是你带着一点点的失望，或者是带着一点点的遗憾进入到新的感情阶段。可能在你心情、心态并不是很轻松、很自由、很幸福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依赖，然后遇到了这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会给你一些体贴，给你一些关怀，给你一些情感上面的寄托，他也会给到你足够的浪漫，让你开始寻找到更多的一些方向，自己人生的目标，自己感情的方向，而有更多的治愈，让自己从对于感情过去经历的这种失望，或者是没有满足的期待状态被完全的放下来，开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到更正能量、更积极乐观的一些感情体验中去。尽管可能最刚开始和这个人发展情感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犹犹豫豫的，虽然有好感，虽然有心动，但也并不会很自信在这份情感里面。不论如何呢，他会给到你一些新的情感开始，还是会有这种心动的能量，也会给到你对于自我感情的觉醒。新的这个缘分会给你带来一种全新的情绪体验，带有着很强烈的感情，带有着很真挚的力量，而且对于爱情生活，你又重新充满着激动，重新充满着期待跟渴望了。虽然在这段关系交往里面呢，大家更多的是一些幻想，或者是更多的是一些理想化，并不是脚踏实地的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爱情的挑战，或者是在这份关系里面呢，大家都并不是非常的成熟，爱情的技巧不够多，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份爱情激励到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有更多的成熟，更加愿意去脚踏实地，知道接地气的爱情是什么，不接地气的爱情是什么，会让你更加的有动力，也会在这份感情里面呢，去经历一些考验，经历一些冲突，最后呢，让自己有蛮多的一些收获到经验，收获到感情中的浪漫，收获到自己更加的自信，更加的正能量。好，那么这个人如果用一只狗狗来形容他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是像杜宾犬一样，是非常大胆、坚韧、可靠的。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支持力的人。首先，他大胆果敢，是非常勇敢，愿意去承担责任，遇到事情、遇到压力的时候不会退缩，而且他非常的自信，他也敢去
尝试很多新的事物，很有冒险精神，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遇到任何事情呢都无所畏惧，会给人一种比较敬佩的强大气场的。另外呢，它也有杜宾犬非常坚韧的性格品质，很强的决心，无论遇到怎样的大事件，他都可以保持冷静，然后凭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坚持到底。这种韧性是可以帮他在人生之中取得很多成就的，也会让他成为人际关系中的支柱，让你感觉跟他在一起呢，实际上是蛮安心的，没有人可以欺负到你，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他都是会好好的保护着你的，他是比较强硕的，而且呢，他也值得信任。无论在生活里面还是感情里面呢，他都会用实际的动作来证明自己。当然，他不会轻易的去许下承诺，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一旦承诺了，他就会尽可能的去兑现。他也像杜宾犬一样，对亲密的人充满着忠诚，给你提供稳定持久的支持，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他也有外冷内热这样的一个性格品质，很可能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会觉得这个人好冷静，好有距离感，好严肃哦。但是呢，他其实是那种内心非常关心身边人，会给到自己家人、自己爱人温暖关怀的性格。其实他的性格呢是有一点霸道，但是呢又有一点霸气，很有魅力的。你们两个人确实在感情里面呢会有很多美好的互动，但是好像这份情感不会在一起太久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暂的。在他给你做完感情功课之后，他的任务完成之后，你们的缘分可能就会散尽。但是也非常感谢他的到来哦，让你有蛮多的体验跟收获的。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矛盾的地方，所以会出现一些争吵。再加上他是杜宾犬哦，他是那种不发脾气、不生气、不带情绪的时候都很好，但一旦带情绪的话呢，他是不会认输、不会认错的。好，你们两个人呢，当然会一起去节约啦，当然会一起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有很多安心甜美的梦，但同时呢，也可能会有一些释放，也可能会有一些消极，但在一起的利好处远远大于弊。正是出现了这种对立，才会让你去反省，才会让你看到自身不足、错误的地方。好，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长相比较大气，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大大的嘴巴，然后脸型呢可能是圆脸或者是方脸。他身上呢是有一些肉肉的，看着是比较健康、比较健壮的样子，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文笔、很会写字，或者是很会用文字清晰的、生动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他可能拥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在跟他做一些辩论、争吵的时候，可能讲不过他哟。好，另外呢，他可能也有比较强的家庭观念，很注重家人、亲人、朋友、未来的伴侣。他会投入大量的一些时间精力去维护情感的，他也渴望建立一个非常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希望自己呢有很多子子孙孙。对他来说，家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柱和支持，所以他应该也蛮听爸爸妈妈的话的。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存在感和吸引力，他是自信的，有气场的，很容易给别人留下很深刻的一些印象，甚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他的魅力很独特。另外呢，
他会很性感，但他的这种性感不是那种张扬的，而是带有一点含蓄迷人的气息，甚至呢有一点书生气息的迷人风格。总的来讲，他长得应该是还蛮不错的，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呢，会享受极致的罗曼蒂克，两个人呢会有很多甜蜜，也会有这种干柴烈火，在一起快乐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呢，就充满了荷尔蒙的能量。但是两个人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多激烈的争斗。好，接下来，那么又会出现怎样的感情呢？这个偏桃花还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哟，因为只有在遇到他之后，你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技巧，更加的好，才会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接下来第二个对于你来说比较重要的缘分，还有可能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业力关系的。也许你过去的人再一次出现在你的生活生命之中，可能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或者是很久没有互动了，然后在2025年突然的意外的偶然的情况之下呢，你们又增加了很多的联络，又相遇啦，又重逢啦，或者是又聚在一起了，然后呢心生欢喜。这一次相遇会有一种旧情复燃，或者是雨过天晴，想要更加保守、更加传统的建立浪漫的可能性。彼此呢是有很强的情感缘分的。这个人他应该是很自信，很有领导能力，并且充满热情，很有魄力气场的人。也许如果用动物来形容他的话呢，他可能就像是可卡犬一样的，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性格比较热闹，外向，给别人带来很多古灵精怪啊、愉快的氛围的，所以是一个充满活力、吸引力的人。他的头脑非常的思维敏捷，反应很快，而且判断能力也是蛮强的。对事物呢都保持着好奇心，学习能力很强。在工作里面，他是属于那种游刃有余的，而且呢，在人际交往、社交之中，他的情商也是比较高的。他的谈吐啊，充满着趣味，容易赢得别人对他的喜爱。另外，他性格是很乐观、很积极、很开心，他也很会搞气氛，会懂得如何缓解紧张，是身边朋友们的开心果。跟他在一起呢，会感觉得到舒适自在。他也很懂得察言观色，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样的场景说什么话，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轻松。他会把很多事情都安排得很好，他也会把氛围呢搞得很好，很少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很懂得讨爸爸妈妈的喜欢啊，很懂得讨朋友、同事的喜欢，他也很喜欢社交，充满着活力，喜欢跟别人互动，去一起玩乐，一起共餐。外向这种乐观活泼的性格呢，也是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的欢乐的。感情里面，他也是很友好、很善良、很体贴，比较大大咧咧，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心机或者是计较。对于他来说，玩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开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自己的恋人和自己之间有很多合拍，一起玩乐，那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没有太多指责或者是要求，他更向往这种自由跟快乐。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一个人会给你带来蛮多的惊喜的。
而且他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人。有时候上班他可能就穿正装、穿西装，但有时候呢，下了班去玩乐的时候，去看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穿一些小礼服。他应该上班的时候是很认真严谨的，那下班呢，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喝酒啦，或者是一起去唱 KTV 啦，一起去看演出啦，甚至有可能他会有不同的工作，也许白天是一份工作，晚上他可能会去演出，或者是会去酒吧唱唱歌。在穿衣打扮上面呢，他也不会只遵从一种风格，应该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他喜欢尝试不同风格的打扮，那么也代表着他讨厌乏味、一成不变的日子，他喜欢更多的精彩，更多的体验，希望呢在死亡之前有蛮多不同的一些体验跟经历的，很有冒险精神，也很勇敢，无所畏惧。实际上是一个想法很时尚、很前卫的人，没有太多传统保守思想的一些捆绑，一定要结婚啦，一定要生小孩啦，或者是一定要有成功的事业啦，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其实他的事业就是为了他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玩乐。对于生活呢，他还是有好的一些品质要求的，希望可以品好的酒。希望可以穿华丽的衣服，希望呢自己可以有足够的一些物质金钱去玩乐、去旅行。他的性格还是蛮有魅力的，而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你会对他有一定的敬佩，有一定的崇拜，会觉得他很精彩，他没有太多的一些顾忌，他不是一个很遵守物质社会游戏规则的人，比较与众不同，而且总是会给到你一些新鲜感。所以在这份感情里面呢，大家也是蛮强烈的，他也会给你带来人际关系成长的这种机会技巧，也会给到你一定的觉醒。在这份关系里面是有一定变革意义的缘分的，它会让你不断的去反思跟改变，让你打破旧有的一些爱情思想模式，让你重新去审判爱情，审判社会的游戏规则。因为和他在一起他会给你心灵上更多的一些升华。这个人呢，会是你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他对你的影响呢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会懂得去释放自己，给自己更多的一些自由，不去掌控别人，而是呢更加开放，放下过去的束缚包袱，会挑战自己的舒适圈，去到自己可能没去过的地方，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一些事情。虽然可能最初呢，你会觉得好刺激哦，太不一样了，但是慢慢的，它就会改变你的生活节奏以及你的一些爱情节奏。除此之外呢，这份感情也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坚强，变得你知道如何去获得更多的满足，如何积极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所有的体验。你们之间是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和激情的，也是有很浓郁的情欲，甚至可能在一起后会打破你以往的很多原则、界限或者是习惯。这种激情会给到你很大的情绪上面的波动。不过你们可能也不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哦。它的出现会给到你很大的改变，但你们之间好像没有建立很信任、很忠诚的关系，倒是非常的自由。
你对他也没有太多苛刻的要求，你会知道两个人其实本身就是不同的，他的步调呢太快，变化太大了，你跟不上他的步调，而且他不是一个靠谱可以成为建立家庭、建立婚姻的人，他太好玩了，你很难降服到他，所以从最初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跟他建立持久稳固的感情。那么在这份感情里面，大家都很放松、很自在。最后呢，内心里面对他充满着祝福的，非常感谢他的出现，让你更加的蜕变，让你更加的成熟，让你更加的性感，让你更加的有趣，让你不断的突破自己的界限，灵魂更加的轻松、自由跟自在，同时也让你知道如何去掌控、追逐自己想要的爱。所以这份感情呢，是有很多的这种祝福，很多美好的体验，也会让你获得丰富的心灵感受的。另外呢，也有可能这个人并不是你今生之前认识的人，是你在前世或者是曾经的某一世跟他建立了业力关系，就有过做过感情的功课。那么在这一世呢，你们的灵魂契约会再一次的相遇，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更多的体验之后，他就会离开。你抽取的这张牌卡呢，就是在我们建立婚姻家庭之前，我们正在做准备有足够的爱情技能，有足够的一些自我认知之后，才会遇到自己的正缘。那么看到明年呢，会出现这2个偏桃花，但是这2个偏桃花都是来成就于你的，让你更加容易接近一个可以建立家庭、可以成为爸爸妈妈这样角色的一个人。那么也代表着正缘离你不远了。好，还有第3个缘分会出现哦。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呢。我们人生到地球来，就是不断的修习爱，不断的了解爱，那不断的去升华爱的。所以不要很年轻的时候就追逐建立婚姻、建立家庭，除非是真的遇到了那个很合拍、你们的缘分超强的人。不然的话，不要刻意的去追求，顺其自然是最好。因为顺其自然的心态呢，会让你在人生中有更多的一些体验，有更多的一些成长，也会让自己更加的正能量、积极、充满爱的。那么你的第3段感情呢，也是有很强烈的吸引力。我们甚至出现了魔鬼这张牌卡，看来明年你会玩得很尽兴啊，在爱情方面，在欲望方面，在身体的诱惑方面，你都会有一种很强的渴望，并且也有一种很强的收获。当然，在所有几段感情里面，你也会看到自己内心的阴影面，你也会看到自己可能特别想要去改变别人，或者是控制别人。那你会在这方面有蛮多的一些自我成长的。第3段感情呢，对方是一个很情感丰富、很体贴温柔的人，他有非常强的共情能力，他会给到你很多的关怀，很多的情感依赖，很多的情感支柱。第一个人是给到你疗愈的，第2个人呢是给到你更多乐趣的，第3个人是给到你更多的深情、罗曼蒂克，以及有一些情感的纠缠的，也是会带来很多的体验。首先，我们这边如果用狗狗牌卡来形容这个人的话呢，他就会像是西伯利亚哈士奇一样，是一个充满本能、狂野、恶作剧特质的人，所以他很懂得社交，他拥有华丽明星般的气质，
他会是一个没有办法让别人忽略的人。这个人呢，他有一种天然的活力，自由奔放的个性。他喜欢新鲜刺激的感觉，他不喜欢墨守成规，他总是冒险，总是让人难以预料。他有很顽皮的幽默感，喜欢去制造欢乐，经常呢开一点小玩笑，互相的调侃啊，给人一种活跃的氛围。见面熟，很容易，即使跟陌生人见第一次面，别人都会喜欢上他，都感觉好像已经是熟悉了很久的朋友一样。他不是一个认生，他也没有社恐品质，他的情商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很懂得如何在社交场合里面去展现自己。他非常擅长跟别人交往，拥有很迷人的魅力的，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朋友聚会，他都可以自然的跟别人互动，然后吸引到别人的关注。这是一个在社交场合中充满着亮点、阳光的人，而且他很懂得表现自己，他知道自己呢是漂亮的或者是帅气的，把他扔在人群里面呢，他是非常与众不同，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个人精致而且有个性，总是光彩照人。他很懂得打扮自己，很懂得时尚，很懂得衣服有好的一些品味。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跟风采，身材很好，有一点点这种明星光芒的特质。他的追求者呢，应该也是蛮多的。无论他进到任何一个场合里面，他都会成为那一个很有气场、被人注目的人。对，还有一种梦中情人、理想恋人的这种形象，所以你跟他之间呢，有蛮多情感上面的缠绵的。在这份感情里面，你会享受到浪漫的情怀和宽容，你会享受到彼此互相尊重大家的个性，包容对方的不足，保持一种轻松自由的氛围，是愿意去感同身受，是愿意去接纳，愿意去理解的。你不会想要去控制他，你会学习如何放手，不控制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控制。因为在感情里面，如果你一直在要求对方为了爱，为了你去改变，而他舍去了本来他应该有的社交，应该有的玩乐的话，那这份感情只会越走越淡。如果你给他足够的自由，他在你身边呢，他依然生活得很开心很快乐，你们在一起是锦上添花的话呢，那他就会更愿意跟你在一起了。所以你也会去学习，你还会去学习治愈的能量，让彼此在陪伴之中有更多的释放，有更多的疗愈，帮助大家内心更加的安宁平静。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你也会体会到人性情感的需求，更明白爱是什么。爱呢，这里面可能也会更加清晰的看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和自己内心的恐惧担心，所以你们之间会有蛮多的坦诚的，就是自己想什么就会说什么，把自己的疑惑，把自己的不安，把自己的欣赏，把自己的快乐全都告诉对方听，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压抑，或者是自我的情绪封闭跟界限，真正也会学会在感情里面坦诚跟真诚。这样之后呢，会让你在人际关系、爱情技巧上面有飞跃的一个提升。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所认识的，也可能会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认识的，
所以在这份感情里面也有一定的自由，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也会是蛮松弛的，大家很放松，不以一个结果去判断这个缘分，所以在一起呢就开开心心的，如果没有在一起的话呢，那就各自美好吧，亲爱的。那么2025年呢，你会经历3段给予你浪漫而且很治愈的心灵感情之旅，充满着柔软、渴望、冒险精神、探索欲望，也有很多肉体上面的欢愉，非常的棒哦，非常的精彩。那么也代表2025年你的桃花运势很强很旺，就尽兴的去玩乐，尽兴的去感受吧。也要感恩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的出现呢，会让我们的爱情，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精彩，更多的完整，更多的自由体验哦。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在2025年会发生哪一些重要的爱情事件呢？一部分一部分为你占卜解读。首先是有一位旧的人再一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感情世界里面。这个人呢，可能是你之前就认识过的人，也许因为某种原因你们断联了，或者是你们没有再续前缘，各自忙各自的事情。然后在2025年呢，会再一次的相逢，在相遇之后，你们旧情复燃，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熟悉，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希望。而且在这种机缘巧合缘分的安排之下呢，两个人有蛮多的互动的，重燃这份情感的激情活力，有很多让你觉得满足开心的事情，一起有非常棒的互动。也许这份情感呢，有更多的归属感，也许你们之间有一种旧时相逢的感觉，有一种怀旧的氛围，一起重拾美好的回忆，找到彼此的最舒适最合拍的舒适圈。这种熟悉感让你们的关系非常自然的流畅，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两个人会有互相的希望、支持、陪伴，更多积极正能量，更多心灵上的满足和鼓励。也很有可能除了他是你今生旧的缘分之外呢，也有可能你们是曾经的业力关系，在今生或者是前世有过一定的缘分相遇、缘分经历，然后在今世呢，再一次的再续前缘。也有可能他是在上一辈子或者是之前欠过你情债或者欠过你钱债的人，然后2025年和你相遇，到你身边来还债，还他之前欠下的债，所以这份感情会让你感觉得到无比的满足，会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它会给到你一段扎实、值得信赖的关系。对方可能是一个很自信、果断、拥有领导力的人，这个人他的行动能力是非常强的，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拖拉拉呀、拖延症啊，也不是一个慢性子。他可能性格呢稍微比较外向，稍微比较急性子，而且他会给到你足够的保护和引领。它会让你更加的强大，更加的自信。如果你需要人脉资源的话呢，它是会把自己的朋友、把自己关系介绍给你的。如果你需要金钱生活，让自己可以生活水平更多提升的话呢，他对你也是大方慷慨的，他会尽可能的满足你的需求，去帮你实现你的愿望。那这份缘分呢，也会是
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你会体验到平和、喜悦、理想、愿望成真的感觉，是幸福的源泉。如果用一个狗狗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它可能就像是纽芬兰犬，那它是有力量、稳重、高贵的气质的，同时这个人展现出很成熟、很智慧、很霸气、很有气场的特质，是一个让人信赖又非常有吸引力的人。首先，他可能内心很强大，内心是非常坚强，有很安定、安全感的。遇到事情呢，是可以非常冷静的应对的，不会看见他不知所措啊、抓狂啊，或者是很有压力、疲倦的样子。他总是云淡风轻，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在自我的掌控之中，而且他也会做事情很脚踏实地、靠谱，给人一种值得依靠的状态。这个人喜欢穿正装，他喜欢展示自己成熟高雅的气质，看着呢是一个很有节制、很有能力、很有成功态度的人。无论在任何场合里面，他都表现得很得体、很礼貌，具有一种高雅的风度，而且他知道去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如何规范，如何表现，更加显得很有仪态，不张扬。它是一种拥有自然的魅力的，并不是说她长得有多么的漂亮，或者是多么样的帅气哦，但是她的身材会保持得很好，她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很注重自己的站姿啊、坐姿啊，通过自我高的一种修养，会表现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魅力的人，而且他很懂得察言观色。这个人通透、聪明，总能抓住重点，不讲废话，会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面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他也不会被一些小事情所困扰，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性格特质。很多事情他都会看清楚本质的，并且他有着天生的领导能力，能够在团队之中去引领方向。他的那种自信呢，来自于他的人生经历阅历，来自于他自己不断的技能才华的提升，对于自己是有高要求的，所以很容易成为 leader， 很容易呢让别人相信他们，身上是有被别人尊敬敬佩的一些性格特质的。还有就是他有自己幽默随和的那一面，让别人感觉得到跟他相处是比较亲切，不需要拘束的，而且他很有气场，也有精神上的感染力。这个人见过世面，很有个性，懂得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一些说法而左右。如果今天他想往左走，如果别人告诉他右走会很好，他可能会去做一下审判，然后他还是觉得左走的利益大于右边，所以他就会往左走，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可靠又迷人，然后散发出强烈自信魅力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年纪应该不会很小，应该他的年纪呢是比你大一些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会感受得到自己很值得被爱，他会给到你很多的宠爱，很多的疼惜，当然你也会很专一的对待他，你也是可能很忠诚的，或者是对他呢有很多强烈的感觉，很体贴很关怀的。你们之间的相遇并非是偶然，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并且在这份关系里面，
大家会一起去克服压力，克服挑战。也许你们两个人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年纪上面的差异呀，或者是性格上面的差异呀，或者是一些外在环境上面给你们带来一些阻力，给你们带来一些考验。但正是因为有这些压力跟差距，反而让你们有更多愿意去深化感情，愿意去有更多克服困难的决心的。在这份关系里面呢，大家会一起成长，一起去克服内心的恐惧、限制，让感情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持久。不仅仅是爱情关系哦，更像是志同道合的盟友一样，你们会建立共同的目标方向。在一起呢，不仅是为了情感上面的满足，也是为了一起合作，一起团结，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所以在一起大事小事呢，都会一起去沟通商量。在互相的陪伴之中，是感受得到很多爱的温暖，是会得到心灵的成长跟提升的，是你生命中非常深刻美好的旅程。两个人会有很多加强紧密亲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他自己会成为更美好的人，当然非常值得好好的珍惜哦，是一朵好的桃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哦。那另外这边也代表着，如果在曾经的感情里面哦，你有付出，但是你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回报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就会来弥补你之前感情里面的缺失。你给出多少爱，你就必定会收获多少爱，而这个人的出现呢，就是给到你足够的爱的，让你看到你身上的一些优质品质，让你看到你值得好好的被疼爱，所以也是一种福报的表现。那另外的又会出现怎样的缘分呢？因为业力关系之前的这个深浅不同，所以选择就是宝宝的朋友，那么这一段重要的感情色彩呢，它在你人生中停留的时间也会不同，有的人可能长一些，有的人可能短一些。这种该还的业还完之后呢，自然它就会淡出你的生命之中。另外呢，没有人是可以一辈子陪伴我们左右的，都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旅途，所以遇见的每一个人，遇见每一件事情都真爱就好了。那么我们还会出现2025年一朵偏桃花，这个偏桃花呢，可能也是很短暂的时光哦，但是在这个短暂时光里面呢，你会感受到足够的激情，一种无法抗拒的情感纠缠，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诱惑和依赖。在这份感情里面是很难去保持理智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面的欲望、渴望、激情，非常强的兴奋感，不只是情绪上面有很强烈的干柴烈火、浓情蜜意的感受，在肉体上面呢，也是会有很强烈的痴迷跟纠缠的。虽然这份感情里面，大家对对方有很强的身体反应，但是呢，也有蛮多现实的压力，也是可能在性格上面也有不合拍或者是不可控的地方。对方他很可能是一个很自由的灵魂，他在跟你相遇的时候并不想结婚，并不想生子，他可能有更多爱情想要去体验的感受的。但是这份感情呢，确实给你很多思想上面的突破，让你突破一些很封建、很保守的想法，让你在爱情观、婚姻观上面呢，也有不同的一些期待了。
这份感情是会纯真、温柔，也会有很多浪漫的互动，也会给到治愈，也会给到你一些新鲜的浪漫体验，但也会让你不断的去反思，不断的去放下一些执念，用不同的新的角度去理解爱情，去理解彼此。可能这份爱情呢，还会出现停滞期，当新鲜感过去之后，停下来。有的人呢，可以跟对方磨合，那么就会进入到更加理性的情感关系里面。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办法很理性接地气的去做自我的爱情技巧的改变，所以两个人可能就慢慢的走散了。这是一次深刻的情感之旅，有相当复杂的情绪，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甜美，很多的激情，让你在爱情里面充满更多的自信、性感、魅力以及自由。好，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它可能更像是一个伯恩山犬一样，亲切、强大，而且这个人会是非常友好、亲切，很容易给周围的朋友带来安心感觉的。他是有一定的情商的，不会去得罪谁，不会去反对谁，那不会出现争吵啊、矛盾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敢爱敢恨，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不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好聚好散，不要有太多的一些纠缠了。因为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是可以非常冷静的去应对的。这个人不怕生活中出现挫折，也不怕情感出现挫折，他是有很坚强的气质的。他不喜欢墨守成规，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节奏里面，甚至有一种我行我素的洒脱，不会轻易被别人约束，不会被爱，不会被恋人所控制。他喜欢打破常规，追求自己很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叛逆呢，它并不是说带着攻击性的叛逆哦，而是一种自我表达、追求个性的一种方式。如果身边的人都在结婚生子的话呢，他就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他是想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另外呢，他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一些风格，他的有时候呢，可能他会穿正装，很优雅、高端的样子，但有时候呢，可能他也会非常的朋克、摇滚风，夸张的金链子、皮革、金属饰品来装饰自己的强烈个性。他可能会在不同的风格里面切换，展现他的多面个性。这个人呢，有时候感觉他非常的靠谱，非常的认真谨慎，但有时候呢，又是很随性、很大大咧咧、狂野不惊的。所以你对他很好奇，而他也有很强烈的神秘感给到周围的人，经常切换优雅严肃的形象。他有比较强烈的自我表达状态，他的打扮就是一种态度。今天他穿什么样风格的衣服，他就想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就是他适应场合的灵活性很强，把它扔在任何环境里面，它都游刃有余的，可以生存的很好。它有时候呢是很张扬的，但有时候呢又是非常低调的。最主要的还是硬核上面的吸引力哦，就是内心是非常勇敢坚强，不拘一格的，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所以他的这种自由，他这种随性的生活态度，他的这种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的性格是蛮有魅力的。这段关系呢，你会学会更加的开放，更加愿意去做改变，愿意去做妥协，愿意给到别人机会。所以
会在这份关系里面让你明白，给予也是感情成长的一部分。你会打破内心更多的一些防线或者是封建的一些想法的，愿意去感受一段激情，可能愿意去释放自己的欲望，释放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最刚开始的时候呢，应该是他给你发讯息啊，或者是打电话啊，或者是给你一些信件哦，来向你表白他对你的喜欢的，应该是让你蛮意外的。然后在更多的互动熟悉之后呢，会发现你们是有很多身体上面的欢愉，但是内心确实是有一些距离的。它会给你带来很好的体验，很疯狂刺激的感受，但是它没有办法懂你，它没有办法给到你真正内心的这种情感爱的需求。所以这段关系呢，也有一些挑战啦，也有不安的情绪啦，也有一些愤怒啦，也有一些消极啦，也有一些负能量啦。但是最终呢，你会控制这些负能量情绪，你会冷静的去处理，并且会找到情绪的平衡点。你还是会很自豪、很高兴、很骄傲，跟这么有魅力的人在一起相处了很美好的时光的。在这份关系里面呢，各取所需，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激情活力，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最终呢，你也懂得节制，该放手的时候放手，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爱是适合自己的，知道适可而止。只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会让你更加的自信，会让你感受到更多的这种自豪感，这是你人生中非常精彩的一段旅程，你也会为之感恩，为之高兴的，也是有蛮多的收获的。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一段激情的偏桃花之外，因为很好哦，只是偏桃花，不是逆缘哦，还是会在这段感情里面，你有蛮多的一些成长的，还是有蛮多的突破的，所以感恩它的出现。好，那么接下来呢，宇宙会告诉你哦，2025年还会出现好的桃花。不要着急，桃花运势还是蛮旺的，代表你自己的人气呢还是蛮高的，自己在感情人际关系里面玩的也很开心。好，我们这边出现恋人这张牌卡，恋人呢当然就象征着一种很深度的连接、亲密的吸引力，也暗示着会出现一个很强的缘分，你们之间是有无法抗拒的情感共鸣的，你们的吸引力呢是很强烈，而且是很真诚的，不仅仅是肉体上面的兴奋，可能是味道上面的吸引啊，或者形象上面的吸引啊，或者是感觉上面的吸引，更多是一种特别的亲密感，会很希望跟你建立一段重要的持久的恋爱关系，希望两个人是心灵上面可以达到契合的，而且这段关系会给你带来安定的感觉哦。两个人会一起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啊，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去开心的玩乐，甚至呢可能会去见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的人呢都是蛮祝福你们的，觉得你们男才女貌，觉得你们两个人非常的合拍，非常的合。当然在关系初期的甜蜜之后呢，也会有一定的不安全感，也可能会出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挑战，让自己有一些迷茫啦。在磨合期的这一段时间呢，会有担心，会有一种害怕没有办法好好磨合，没有办法共同去很好的合作这样的一种心态情绪出现。但是宇宙告诉你哦，
这个恋人呢，跟你之间确实是有一些三观上面的不同的，确实呢，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生梦想、想法，或者是对于情感的技巧是很不相合的。但是只要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妥协，去奉献，去给予更多正能量、积极行动。做让这份情感更加滋润价值的事情，不去那边胡思乱想、胡乱的担心、质疑、怪罪的话呢，其实这段情感是可以建立很稳定的关系，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的。你或者对对方都需要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去经营这段关系，并且记住哟，要主动的去表达，主动的去沟通，主动的去询问，然后给予更多的温暖、体贴、细心，打好感情的基础，实际上呢，就会收获到很令你安慰的爱情，可以将这份好的桃花修成正果哟。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哦，所以亲爱的，记得在感情里面呢，一定要去好好的努力经营。那对方如果用动物牌卡的话形容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像雪纳瑞一样的狗狗，是很坚韧，是很有才华、很聪明、机智的特质的。他很自信，是一个还有内在力量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心力量去坚持、去克服的，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虽然它看起来外表是很小的一只，就是这个狗狗，它外表看起来很小一只，但是呢，遇到所有的困难，它都是直面面对，不会害怕，不会退缩的。好，它也有很多的才华、创造能力。技能比较强，有独特的才艺，在工作里面呢是可以把握细节的，不仅聪明，也很机智，也有幽默感，是有很强的弹性、灵活反应的变化。在人际关系中呢，也是游刃有余的。看到这三张人物牌卡，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比较多变的。该成为堂吉诃德去战斗的时候，那么他是可以认真、强大、非常自信的去战斗的。该他去好好的表演、跳舞，给到欢乐氛围的时候呢，他也可以马上去转换一个角色。那么该他去表现自己的魅力、霸气的时候呢，他也是可以的。所以有一点八面玲珑，有一点变色龙的特质，代表着他的社交情商能力都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他长得呢应该是很好看的，身材呢应该是蛮好的，他不会太注重皮肤的颜色，他更加喜欢自然，更加欣赏每时每刻的自己。他很清楚自己的优点，他做事情呢也比较有目的性。对自己能力很认可，对生活有一定的控制力，不会轻易的动摇，也不会轻易的被别人影响。在人际关系交往之中呢，非常的有魅力，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印象。所以也是你的福气，遇到一个很有魅力、漂亮又帅气的人，形象是很加分的。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也是很有趣味的交往互动，去让彼此接触到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一面，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一些事情，有很多新鲜有趣的体验。而且呢，两个人会有蛮多互相开玩笑啊，轻松充满欢乐的互动啊，你们的生活呢非常的丰富精彩，非常的充实。而且在这段关系里面，大家会有很多的沟通，去探索对方新的一些想法啊，
那也会去除了天马行空的玩乐想法之外呢，也会脚踏实地的去建立情感的亲密度，在一起的可能性。当然也会出现有压力、有磨合、有思想不同的地方，但是很好的是，你们会正面的去学习，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去观看问题，去解决麻烦。所以在彼此的身上呢，会学到很多很多关于爱情，很多关于人际关系的技巧，很多关于自我如何更加美好，自己的突破跟成长。这段缘分呢，是既有趣又刺激的体验，而且也带着一定的意外惊喜，一定的冒险成分。你会被对方的外貌以及他的性格、他的魅力所吸引。两个人呢，在三观上面也有蛮多的磨合，在一些生活习惯上面也有一些磨合的，而且这段关系成为你爱情生活中重要学习成长的机会，会给你带来新的一些爱情态度，一些新的爱情经验的，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哦，甚至很有可能最后会修成正果。相信正面的去沟通，大家好好的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段关系呢是可以雨过天晴，是可以收到周围所有人的祝福的。所以亲爱的，明年自己桃花运势旺盛的时候呢，充满感恩之心去体验、去学习、去成长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